这个老头本是个屡屡失败的推销员，但因为一次机缘，一跃成为了全球拥有3万家分店的超级快餐帝国麦当劳的创始人。他就是美国知名企业家雷克拉克。他的前半生并不顺利，推销过纸杯，做过房产销售。在成为企业家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是推销多功能搅拌机，而也就是因为这个工作，让他的人生在52岁迎来彻底的改革。这天，他接到一笔搅拌机的订单，买家是一个小小的汽车餐厅，但这家小店竟然一次性购买了8台搅拌机，说是用来搅拌奶昔。雷很诧异，因为这种规格的店一般只需要2台就足够了。但对方不但说数量没错，还加钱催他赶紧发货。雷瞬间嗅到了商机，他快马加鞭前往加州，来到了这家名叫麦当劳的汽车餐厅。看到眼前的景象，他震惊无比。餐厅外不仅排起了很长的队，顾客还络绎不绝地在增加。这到底是有多好吃？抱着好奇心，他也排队点餐。一看菜单，他又被震惊，这里只有一种套餐，汉堡、薯条加可乐，一共3毛5分钱。就找钱的这一会儿功夫，他的餐就做好了。雷满脸的不可思议，认为店员是拿错了，可店员说这就是他的。他又问怎么没有餐具和餐盘，店员说不需要，吃完就可以全部丢掉。雷发现这里有专门清洁垃圾的人员，而且没有餐桌，顾客都是随便找个地方就餐。他坐在路边的长椅上，一口下去，美味瞬间席卷口腔，面包的香味和肉饼的汁水结合，再加上秘制酱料，这一刻他很确定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汉堡。吃完之后，他找到麦当劳的老板，是一对兄弟。得知雷是搅拌机的卖家，他们邀请雷参观了餐厅的厨房。厨房不大，但厨师很多，他们分工明确，整个流程井井有条，并不混乱。因为他们有专用的设备，每按一次都是固定的分量，从面包片到配料，再到肉饼的烹饪，一个成品从点餐到取餐仅仅只需要30秒，而且不仅有速度，还有质量。麦当劳兄弟会游走在不同的岗位，用计时器考察员工的操作时间。这样全新的精英模式让雷彻夜未眠，因为传统餐厅出餐的时间最少也要半个小时。这一个无眠的夜晚，一个伟大的计划在他心中诞生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又去找麦当劳兄弟，请求拿下麦当劳的独家代理权，他要把分店开满全国。但麦当劳兄弟拒绝了，因为他们开过10家分店，但现在只剩下5家，因为一旦超过5家，战线就会拉得太远，食物的品质就会变得非常糟糕。麦当劳兄弟一直都认为一家好店可以存活100年，而100家烂店可能撑不过1年。虽然遭到拒绝，但雷不肯放弃。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幅麦当劳的概念图，店铺的顶上设计了耀眼的金色拱门，为的是吸引过路汽车的注意。凭借几10年的销售经验，雷马上想到了说服他们的方法。他慷慨激昂说，美国的每一个小镇都有2样标志，法院顶上的国旗代表正义，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代表信仰，而他要把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做成美国的第3个标志，它将代表家庭和文化。经过他一阵画饼和忽悠，成功打动了麦当劳兄弟，他成为了麦当劳全国独家特许经营代理商。接下来他要先学习麦当劳的运营模式。在雷获得麦当劳全国独家代理权之后，兄弟俩告诉他，麦当劳最初和传统汽车餐厅一样，主要顾客就是路上的汽车司机。顾客点好餐，由身穿制服的服务员送到车里。一开始做的还不错，但慢慢的问题就来了。这种模式出餐时间长，看似每天都很忙碌，实际接待的顾客并不多，而且服务员都是肤白貌美大长腿，工资开销也承受不了。经过研究，他们发现店里27样菜品中，汉堡、薯条和软饮就占了销量的87%。因此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就是下架其他菜品，只保留这3样。因为与其什么都做，还不如把顾客喜欢的东西做到极致。而且这3样东西不需要餐具的损耗，全都是一次性包装，也不需要工资高昂的服务员，顾客排队自取。在这样低成本的运营下，只要顾客够多，利润那是相当的可观。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，就是出餐速度。于是他们暂时关闭餐厅，在网球场上画出厨房的蓝图，让剩余的员工来进行模拟工作，一次一次演算，一次一次修改蓝图，不放过每一个多余的细节。就这样过了6个月，从半个小时出餐到现在点餐到取餐只需要半分钟，他们终于完成了快餐界的改革，一个初期的麦当劳就此诞生。但这样的经营模式遭到了很多人的不理解。重新开业的第1天，顾客还是坐在车上按喇叭，但没有服务员过来给他们点餐。麦当劳兄弟只好向他们解释，需要他们自己下车到窗口取餐。有一部分顾客听到这话直接离开，就算留下来的顾客也不满意，因为吃完竟然还要自己扔垃圾，这让他们的生意越来越惨淡。但很快麦当劳兄弟就想到了主意，他们借着开业的噱头让顾客免费吃3天，但从点餐到取餐再到吃完自己扔垃圾的环节都和正常营业一样。虽然免费的3天让他们亏损严重，但有免费的快餐可以吃，而且味道也是1级棒。麦当劳的名头很快就在附近传开，人们逐渐接受了这种新的模式，主动下车到窗口排队取餐，许多人都慕名而来，甚至有人驱车几10公里，就为了体验一把这种新兴的模式。大概了解麦当劳的情况之后，雷决定赌上一切，也要把麦当劳发展壮大。但虽然拿到了代理权，可启动资金是个问题。他瞒着老婆把房子抵押贷款，雷的第1家麦当劳开业了，而麦当劳兄弟还不知道，他们俩在不久后会因为目光短浅被淘汰出历史的舞台。他的第1家带有金拱门标志的麦当劳开业了，生意很不错，顾客络绎不绝，但想要回本还需要很长时间，更不要说短时间有足够的资金开更多的分店。于是他找到一些富人，好说歹说让他们来加盟，这对于富人来说就是小钱，玩一玩倒也无妨。很快几个富人的加盟店就拔地而起，前面一段时间经营的还不错，但富人们只是当作在玩游戏，玩腻了就不再用心管理，全权交给员工去打理店铺。
没多久，菜品的质量就变得越来越低，肉饼煎得咬都咬不动。这样下去，麦当劳的名声都要被搞臭了。雷找到加盟商，但他们对此不屑一顾，因为他们的产业太多了。愤怒的雷当即斩断了和夫人的合作，可这也让他没有了加盟商。麦当劳推向全国的梦想暂时搁浅，但不久后，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发现真正适合的加盟者不应该是富人，而是那些生活在中低层的平民，因为他们会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去奋力拼搏。他的第一个人选是一个犹太人。当餐厅开业之后，犹太人每天都勤勤恳恳管理厨房，而他的妻子在外面给顾客发糖。这样的举动被雷看在眼里，他们把这当成了一生的事业，这才是他想要的麦当劳。从这之后，他到处寻找那些迫切想要赚钱又愿意吃苦的社会底层人群，他不收他们的加盟费，只收取餐厅的利润分成。不久，加盟者络绎不绝，一间又一间的分店拔地而起，麦当劳扩张的速度变得疯狂，雷也成为了让人瞩目的大老板。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顺风顺水，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不对，由于不收加盟费，分店越来越多，资金压力反而越来越大，他的收益大部分要用来还贷款，而且还要给麦当劳兄弟分成。眼看资金链快要断掉，雷联系了麦当劳兄弟，希望他们能少分一点钱走，这样他才能维持麦当劳的扩张。但麦当劳兄弟果断拒绝了，他们觉得开的分店已经够多了，完全没有必要继续扩张，所以钱该分多少还是得分多少。雷现在是敢怒不敢言，他很绝望，只能把希望寄托给银行，希望能再贷出一笔款，还举例说明他们的分店现在生意有多好多好。但因为雷并不是加盟店的商业资产人，银行没有实物抵押，所以没有办法转成商业贷款，银行的路也走不通。雷现在是彻底走投无路，但改变他命运的人出现了。一旁的财务顾问哈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他追上雷介绍自己，说可以帮他解决资金问题。雷半信半疑，两人回到公司办公室，当哈里看完账本，他眉头皱紧，叹气连连。原来麦当劳的每一个加盟商入驻，雷不但不收取加盟费，还要培训员工，提供设备。然而店铺开起来之后的利润仅有 1.4%， 长远看来绝对可以盈利，但短期的资金压力一般人可承受不了。哈里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建议，麦当劳不应该只是卖汉堡，而是应该做房地产。运营方式很简单，先是向银行贷款购买商业地产，掌握土地的所有权，然后再高价租给麦当劳的加盟商。这样的话，前期就有了稳定的收入，不需要通过卖汉堡就可以回笼资金，而且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利用资本进行扩张。等一块地皮上的麦当劳开业，通过高流水的客源，可以继续向银行贷款购买下一块地，贷款越多，以后贷款的难度也就越小，因为欠银行1个亿，银行是爷，但欠银行100个亿，银行就是孙子，说干就干。这个方法还挺好用，很快他们就用这种方法购买了好几块地。在扩张的途中，雷得知有一种奶昔粉可以代替手工奶昔，只要用水一冲就可以售卖，这让他一年可以省几百万美金。资本土地和麦当劳快餐的成本结合，雷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张。尽管麦当劳兄弟极力反对使用奶昔粉，但他们已经无法束缚雷，因为雷创办的是一个独立的地产公司，而且没多久雷就把麦当劳兄弟总店的地皮买下，他们彻底被架空。麦当劳兄弟本打算起诉雷，但雷现在拥有雄厚的资本，他们根本熬不过。在资本的操作下，雷仅仅花了270万美金就买下了麦当劳的所有权。麦当劳兄弟沦为他的打工者，可以说是这两兄弟目光短浅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发明的极大潜力，因此半道被机智的商人成功截胡。也可以说他们是为了守护匠人精神，不愿意让自己的产品有一点瑕疵。而雷克拉克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商人，他可以很大把麦当劳兄弟踢出局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作为商人，他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手段。麦当劳发展成全球最成功的快餐企业之一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